又过去好多天了，政府还是毫无回应。是啊，今天必须开始绝食，不能再拖了。王丹，你什么意见啊？一旦开始绝食，可能就真的走上不归路了。王丹，你上次是怎么说的？不会又想反悔吧？对呀，王丹，你上次可是承诺了的，现在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怂啊！放心，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。只是，这么严重的事，我们无权强迫任何人参加，只能采取自愿的原则。那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已经有800多人报名了。你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吗？医护值守和轮班都已经安排上了。行，既然都无异议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绝食吧。我请求担任绝食行动总指挥。同意的举手。好，通过。大家分头准备，通知所有参与人员，中午12点准时到纪念碑前集合，正式宣誓绝食。鲍主任，绝食行动马上要开始了。政府一直没有回应，我也无力阻止，局势只会越来越失控。我明白，可是总书记现在也很难。我完全明白，总书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我来不是求总书记保护我们的。我知道这次学运很可能会失败，但我希望总书记无论如何不要冲动，一定要尽力保住自己的位子。只要赵总书记还在位子上，我国的改革事业就有希望，我国的民主事业就有希望。我不求一时一事的成败。如果赵总书记倒下来，保守派就会接管一切，改革必然会倒退，民主事业也会葬送于此。他必须坚持下去，哪怕面对必要的妥协。鲍同此刻已经完全糊涂了，越来越感觉眼前这个年轻人说的话非常奇怪。你说的我听不懂啊，具体要怎么做呢？鲍主任，我信任总书记，信任您，我就老实跟您说吧。其实我是来自未来的，我已经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历史，对于接下来会如何发展，你们又会面对怎样的命运，我都已然知晓。鲍同已经完全震惊了，但是根据之前王丹的种种表现，他完全有理由相信。这样我就懂了，之前为什么你会提前预知总书记会说什么话。是的，我相信改变已经发生，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将面临最关键的时刻。请王同学仔细说说。李鹏最近已经在推动戒严的事了吧？没错，不过我想戒严的提议也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。在接下来的常委会上，会就戒严一事投票表决，李鹏、姚依林会投赞成票，胡启立会投反对票，乔石弃权。那么赵总书记这一票就非常关键。赵总书记肯定会投反对票，这样2比2，戒严就无法通过。不，共产党是一定要戒严的，没人能阻止。如果常委会上不能通过，就只能由小平亲自出面拍板。而赵总书记投反对票，就是跟小平对立，就算没被立刻清算，也会被架空而失去权力，下台只是时间问题。赵总书记不可能支持戒严的。我当然明白，但现在赵总书记必须虚与委蛇，只有先保住权力，才有机会反击。赵总书记现在不仅不能反对戒严，而且要尽可能把戒严工作抓在自己手里，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。请你告诉他，只要他没有亲手下令镇压，历史不会怪罪他的。还是你看得长远啊。好，我一定说服总书记，为了改革事业坚持下去。我参与绝食又何尝不是在虚与委蛇，只希望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一点作用。同学们，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点燃愤怒，而是为了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。从4月15日开始，我们已经等了太久。我们以最大的克制和平表达诉求，以最大的耐心呼唤政府回应。可是政府给了我们什么？是一篇人民日报社论，把我们打成有预谋、有组织的动乱。我们不是暴徒，我们是这个民族的良心。如果一个国家连青年和平表达的权利都不尊重，它还有未来吗？如果一个政府面对自己的孩子只会沉默或恐吓，那他配做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吗？所以我在这里宣布，从此刻起，我们正式开始绝食。今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，我们不怕牺牲，只怕这个国家永远沉默。我们的首要要求
就是撤回426社论。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用绝食唤醒良知，用生命呼唤对话。政府若仍不回应，那么这场抗议将成为整个民族的悲哀，但我们不会后悔。绝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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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食。